哎，不是，你这等你弄完得天亮了。不是，那有盘子有碗的，你为什么要手捧着菜过来呢？就是就弄它吧。哎，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亲自做火锅，咱点外卖不行啊？这不总想的是亲手干点什么吗？这不显得有诚意吗？你这菜洗没洗干净啊？啊？不是我怎么就没洗干净？干净着呢！你看你哪儿那么啰嗦？难道我做回事儿，你能不能安安静静的？你就做好了就行了吧？啊？我给你弄杯豆浆喝啊。就看你原来都给我服务的份儿上，我今儿给你服务一回啊。我享受享受。等着啊，一会儿就好，我拿盘子去。真不用我帮忙啊？都说了不用了啊！你要实在闲的没事儿，你在这陪我聊会天吧。啊？哎呀，胡子啊？我这两天我就在想啊，我发现这人啊，其实不是一直在往前走，而是一直在原地转圈儿，这隔三差五的就能回到最初的那个点。那一直在重复，那多没意思啊！能从头再来是老天爷赏的礼物，这个能把当初忽略的、遗憾的、没做好的全都给他补上，还能给自己提个醒，提醒自己继往开来，别忘了为什么出发，也别忘了又是怎么才走到了今天。所以你今天请大家吃饭是吧？我今天拍广告的时候啊，突然想起来，咱们四个第一次吃早饭那回，那应该是咱们四个第一次坐下来吃饭吧。虽然吃的是下水啊，这个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熟呢，但是就像你爸说的，这早餐是一天的开始，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好像还真是从那天开始，我的生活跟以前就不一样了。你这忆苦思甜呐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咱明儿应该去吃卤煮。这怎么能叫忆苦呢？再说了，那回吃那卤煮，我觉得也挺甜的呀。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吃火锅吗？因为我想取一个好的意头，分享。到今天，咱们终于不用再吃下水了，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围着一口锅，吃着对方的口水，品尝美好的收获。真的，这什么好听的事儿，到你嘴里都恶心巴拉的，还收获呢？你当自个儿是蔬菜呀、请问果实呢？我一会儿把自己剁吧装盘，行吗？我嫌臭，我不是。你看这豆浆好了吗？好了。老福啊，老福开饭了没有？厨房说，哎，等一下。小北，我那个带着酒往里吃了，你去拿一下呗。哦。不是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家庭聚会，你把它弄来干嘛呀？哎呀，小雨，你这个思想我得纠正纠正你啊。原来咱们是作坊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是可以一家人一家人的相称。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？你的事业走上了正轨，我们呀，这是公司，是有规模的。这您是咱们公司的核心嘛，我们呢都是为你服务的。不是什么一家人一家人，这传出去这不是坏了规矩，人家呀会说你傻，也会觉得我们不懂事儿，明白吗？我傻？我怎么傻了啊？我这做顿饭就想让一家人在一块吃个饭，你这一弄成什么了？公司聚会啊？啊，小北就是公司的员工，是你同事，当然也是为你服务的。不是，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这不是说给你听的吗？闹心了。
别动！吃饭之前，我先说两句啊。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呢，主要是为了庆祝小雨事业一切顺利。首部电影呢，马上就要上映了，让我们先预祝票房大卖，收视长虹，最好的得一个什么奖？总之，小雨有今天的功劳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功不可没，也包括我。我先干为敬。哎呦呵，这个在座的功不可没，这一点我完全同意。但是你算干嘛的呀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是啊，我就淘换了几件破衣裳嘛，干嘛了？不是爸，那衣裳不好淘换，您当冻批呢？冻批的都比他挑的强，起码人冻批的面向大众是吧？就他挑那些，这歪歪斜斜别别扭扭的。幸亏我们家郝德宇底子好，换个人穿上不定多寒碜呢。那叫设计，那有品牌的衣服都是那样的，都挑人。不就一套破衣裳吗？啊，哎，只有人挑衣裳的份儿，没听说过衣裳挑人的。哎，这就是成精了。再者说，他挑那些衣服也不是新款，都是些过季的货，是吧？你这真是。来，走一个。你们俩这一人一句的，这碎嘴子碎的那是几件衣服的事儿吗？当初要不是因为小北，我自己事儿，我自己来反驳。你们觉得我的专业不具备专业性，对吧？要不然您试一试，咱别管是批发的还是品牌的，但凡您能搭出一套像样的来，我都服您。我觉得我穿这套衣服就挺像样的。哎，我这也名牌吧？洋文写着呢，这叫什么？洋 boy。哎，没错，大牌儿。就算是旧款，您知道从哪儿借吗？这品牌和那品牌之间有什么区别？您知道吗？什么样的品牌的剪裁更适合您的身材？哪些品牌适合黑暗风？哪些品牌走复古风？这些你们都知道吗？开出租车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开车吗？有驾驶本，我奶奶也能开。遇到不对付的客人，直接让他下车不就得了吗？这样说您甘心吗？不是，你先我奶奶。我觉得当演员特别容易，站那里背几句词儿就能赚那么多钱，跟想象背课程一样的。我这么说您舒服吗？不舒服吧？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专业性，只是外行不知道而已。所以说呢，我知道你们都挺辛苦的，但是也尊重一下我的专业，好吗？还有郝德爷，我现在给你穿的已经不是旧款了，你可以借所有的当季新款。祝你的电影票房大卖。这好不容易说句中听的啊。行，那我就勉强的感谢你一下吧。来，一起吧，来。给你们下水饺啊！人一口饺子一口虾，吃了呀不分你我他。来了我。哎，报数啊！这瓶都是咱俩的啊。得嘞，来，我弄。是你这来弄一个，你少喝点。再搞一个。小瞧他们，你吃几个报数？哎呀，来，美丽姐，慢点。哎呦，我真很疼你啊！现在好了，这电影也要上映了，我这心里这一块大石头可算是落了听了。
小北，你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们那一段视频是你好不容易弄来的？老福也就算了，可是小雨你得让他知道呀，他是直接受益人，你得告诉他，没有你的话，根本就不会有他的今天。今天挺开心的，以前操心的事儿就别提了。那不行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啊！眉毛不是眉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你要搁原来也算。那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你是大功臣。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就是想打个赌，要么变好，要么也不会变得更坏。张小北，我觉得我们俩认识这时间吧，这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了。这么久来都是你在帮我，我都从来没有帮过你什么，所以吧，我本来就想着说要给你买点啥，后来我这使劲一想吧，你说你不缺的我都缺，你缺的我也没有，所以我就想来想去的，我就想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给你。这是我你的，你不许笑话我啊！你要看着有什么不合适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就改。股份转让合同。年轻的时候吧，就觉得爱情是最珍贵的。年纪上去了，什么也活明白了，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安全感。当然也不差这个，我要是直接把钱给你们，我也没有，所以我就想着给你股份。那你要是乐意呢，咱们俩就并肩作战，一起前进。你要不愿意也没关系，你就搁边站着看我努力。我要是做得好，有点成绩，你就给我鼓个掌，行吗？美丽姐，小北，知道以我现在的半吊子的能力吧，是配不上我们家小雨，但是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带小雨的。小雨她是个好孩子，我不能让她毁在我的手里。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固执，有很多新人可以让你学习，让你成长的，对不对？我牛美丽这半辈子呀，干过很多事情，可是没有一件干成的，除了郝泽宇。现在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也不好高骛远了，我就想着呀，把一件事儿干好了，干踏实了，干漂亮了。以前有个人跟你一样，绝对没有安全感，就拼命的挣钱，然后拼命的给我花钱，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矫情，有人给你花钱还有错啦？他以为他把钱给我，就是给了我全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缺钱。我觉得是一个能跟我并肩作战的邀请。
钱我不要，这合同我也不要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你只要需要帮助，你随时开口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助你的。哎呀，你不要我就放心了。你说你这，你要真签了字儿，那我这以后收入可就直线下降10%了。反正机会我给过你，是你自己不要的啊，你可不许说后悔。不许后悔。赵小北，你帮我的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来日方长，有机会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好，我等着。OK。谁的心事每天是窃听，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。哎，小子，干嘛呀？水凉了，给我做壶热水去。我说老福，你行不行啊？啊？怎么？是，这我住在你们家，我是没给你们钱，但你不能拿我当保姆使唤吧？你这一壶水都泡完了，你在我这儿坐半小时了，你还让不让我睡觉？甭跟我来这里个楞！我告诉你，这沙发是坐人的，不是睡觉的。你瞧瞧这些日子，你说都他妈快散架了，都快。你等会儿，老福，大晚上的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现在赶我出去是不是？让你上屋里睡去。屋里睡啊？不是，那我这上屋里睡去，你上哪儿睡去？你说我上哪儿睡去啊？咱俩睡一块儿。你给我打住！我告诉你，老婆，你想也别想，就你那忽悠声，我还跟你睡一块儿，你疯了吧？去，我要给你打水去。什么呀？干嘛敲门啊？不是知道密码吗？我忘了。忘了，我可以再告诉你。我忘了，就是不想记得了。有了新欢，也不至于对旧爱这么横眉冷对吧？那天打电话那姑娘，哎，看你火急火燎跑的样子，我就想起我们那个时候。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叙旧的。可是我今天只想叙旧，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可以走啊。行。
那你想聊什么？我想聊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艺人助理，你是个小造型师，我们都是这个圈子里最底层的人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我们很幸福。可你现在是大经纪人了，我还是个小造型师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这幸福的标准也不一样了。看来今天确实不适合叙旧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。其实你从我这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你花钱请人假扮记者，故意激怒郝泽宇，制造舆论，再用你手里的视频改变舆论导向。你用的这些伎俩，都是以前我们玩剩下的。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这个你甭管了，开个价啊，多少钱我都买，倾家荡产我。别跟我提钱，提钱多伤感情啊！事情干得这么不漂亮，你觉得牛美丽知道之后还会感激你吗？你帮得了她第一回，帮得了她第二回、第三回吗？恐怕合约还没到期，郝泽宇这盘菜就已经在他手里彻底凉了。凉就凉呗，先把这个坎过了再说。至于郝泽宇好不好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还真关心牛美丽呀？那你怎么不替她想想？以她牛美丽的能力，如果把郝泽宇做砸了，她还能签到别的人吗？我不想为难你，我也不会让牛美丽白吃这个亏。你好好考虑考虑。猴子，别光擦楼梯了，有空擦擦你的脸啊。什么意思？先生你好，欢迎来到索菲亚全屋定制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
我想看看酒柜，你们这儿有吗？有的，我们是全屋定制，所有屋子里需要的我们都有。您说的这个酒柜也是我们的主打产品之一。这边请，慢慢给您介绍。好，来看看。先生，您看这款柜子，它是兼具酒柜、餐桌一体化设计，整体的造型感非常优雅大气，可以节省空间，而且收纳功能非常强大。因为我们家老爷子，第一呢，他有哮喘，第二呢，他本身就是个这个木匠，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吧，他比较挑剔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索菲亚用的都是康纯板，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甲醛，环保又健康。您有尺寸吗？我们这里啊有专门的设计软件，它可以现场给您生成一个3D 效果图，也或者可以预约设计师上门给您测量，根据您家的风格进行定制。行，那个您稍等我一下，我给我们家老爷子打个电话啊，我看他什么时候在家。哎，爷们儿，请您来有1年多了吧？怎么不少啊您？不是，哎，喂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那个在家呀？我让那个设计师上门量量尺寸，给你买一酒柜。什么玩意儿？酒柜我自个儿就能打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你做的那能跟人家一样吗？你别废话，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在家。别见什么都买啊，糟践钱玩。老司机，我能有几瓶酒啊？我买酒柜干嘛呀？不是，哎，这老头儿，是吧？我们家老爷子，哎呀，事儿有点多，那没事儿，那个甭管他，我做主了，就要这款，好吧？这样吧，先生，您给父亲买酒柜也是希望他能开心，不然您再回去商量商量。您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或者等他心情好一点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他一起到我们店里来看看。也行，行，那我再转转啊，谢谢你啊，没事，谢谢。瞧你那没见世面的样，怎么又出现了？最近挺闲。你一有心事呢，就把我想象出来，对吧？看来最近咱们家大佛子心事有点多啊。吃不？不吃。都嫌我丑，嫌我胖，我还有脸吃吗？哪儿胖了？瘦的麻杆似的。谁说你丑了？美得跟天仙一样。那他干嘛送我护肤品啊？不就是嫌我不够好看，不够精致吗？那我就是在胡同口和泥巴长大的，我跟他留学回来的白富美就是没法比。那是为了让你锦上添花，用了这个之后就更白更紧致，懂吗？道理是这么说，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虽然说以前同吃同住同悲同喜，但是人家是一个落入凡间的小精灵啊。这翅膀修好了就得飞回去，总不能给人一直困笼子里当小鸟养啊。至于你啊，你就全当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啊，停在最好的时候醒过来得了。我就不懂了啊，这票房怎么就这么差劲呢？哎，你说这电影就上了1天，就连排片都没有。你说小雨为这戏多努力啊，又增肥减肥又断腿，怎么就换不来个好结果呢？这也怨不得别人，本来就难看。我早就说了，光听这片名就知道这是一烂片儿。就算是烂片儿，那也是人人有责，是不是？
这现在矛头都指向我们家小雨。你这叫自食其果，你也别觉着冤。我不是觉得冤，我是为我们家小雨抱不平。用不着，您消停消停，比什么都强。别吵吵了，行吗？吵半天能解决问题吗？还有啊，就私下说说行了，别当着好的面说，越叨叨越烦。我走了。还脾气这么大。我们家福子说的对啊，别叨逼叨。哎，行。这次姐还是挺欣慰的，宣传期炒 CP，你头一回吧？哎呀，这以前我说破大天、苦口婆心的，你都不肯答应，这次竟然主动要求，进步很大呀。哎，只是可惜了，新闻炒得不小，票房一塌糊涂。票房不好能预料到啊，班底那么差，难不成指望它成为票房黑马？其实当时您推荐我演这部戏的时候，我就能想到是这个结果。还有啊，姐，我跟郝泽玉没炒绯闻，他在节目里为我过生日是真心实意的，我跟他呢就是合作关系。我听你说着，你是在怨我呀？有吗？我哪敢啊，姐！这么多年，我一心为你，给到你的都是顶级资源，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？娇娇啊，以前呢是姐不想说，怕你伤心，但是今天你都怀疑到我头上了，我也应该把话说清楚啊，省得咱俩心存芥蒂。这部电影是你当时能拿到的最好的资源了。我也想给你接好电影，但是娇娇你也明白的，就是再保养，上了大银幕，去了柔光，那皱纹哪哪都是，想盖都盖不住。为了这事儿，我还专门去了趟剪接房，就是想着能修修就修修，能补补就补补。哎呀，咱们这个行业你也是知道的，就是这么现实，一次败了，后面的资源都跟着撤了。以前呢，你是觉得当妈的角色不想演，可是现在估计这当妈的角色也够呛了。干嘛呢？玩什么游戏呢？那么大声，不怕聋了？来安慰我的吧？嗯，我没事儿啊，特别的好，都是你的，应该学着再坚强一点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这个助理当得特别不称职，被骂的人是你，你倒反过来安慰我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呢现在这个风头正盛着呢，啊，这个被骂一骂也是难免的。反正不管怎么着，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。你为了这个电影付出这么多，遭了那么多罪，问心无愧，你管别人怎么说呢？我爸教育我了，说这个结果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对得起自个儿。我觉得我挺对得起自个儿的，反正我是认真演了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有信心。等下个戏，我给你拿影帝回来。好。过不去了。别着急。哎呦，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有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你今天为什么要调和？合着你把我拽到五环外，就是包场看你演的电影？
大。怎么能叫我演的电影呢？你们演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给自己熬一锅鸡。要愿意那么想也行。但是今年，我把鸡给放走了。哎呀，看来这电影真是不行啊！我以为我跳到河里的那一刻，你现在不就是观众吗？是不是还没看过呢？没看过，也不想看。我以为我跳到河里电影这么长的那一刻，我有责会任被动手，挺没脸看的。可是我没有。那就从今天开始，每天都过来看。数九隆冬的天条河，不会守候，只会冷。我谢谢你啊！我找了一这么安静的地儿，让我一个人能躲一会儿。还要我等多久？见到你的笑容，你在哪里追求？是否已经拥有你离开的出口，变成我的缺口？只有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。总有人要远走，总来不及挽留，在分岔的路口，在下雨的时候，总有人要厮守。别和往事战斗，我们不是对手。还要我等多久？见到你的笑容，只有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。你怎么样啊？看完一天自己演的戏，什么感觉？刚开始我就是想睡一觉，逃避一会儿，但是我真没想到，看着看着还真看进去了。我得谢谢你，一边看还边给我指导。我当年看我演的第一部戏，几乎全是从指头缝里看的。我就在想呀，我那些处理怎么能这么草率？然后不该用力的地方，怎么演得那么使劲儿？是不是那么想的？还是得谢谢你啊！我是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让影后指导我演技。你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带我看电影去了？你看上瘾了你？电影院不是避难所，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，躲着算什么呀？哎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就跟大家说的一样啊？我是不是真的演技很差，没前途啊？郝泽宇，你现在才刚刚起步，将来的路还很长呢，要学的东西很多，机会也会很多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把握好每一次机会，演好每一个角色，一直遇到可以成就你的角色。你为什么老帮我呀？你不会是看着我了吧？
想什么好事儿呢？啊，跟我搭档的男演员比你高，比你帅，比你有才的多了。哎，我为什么看上你啊？走了。赶紧回去吧。走。你在这干嘛呢？怎么不睡觉啊？那些话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什么话不跟你说？你每天在我跟前装个没事人似的，其实心里没着没落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对你来说，我什么时候变那么不重要了？我不是你助理吗？你不是应该什么都告诉我吗？你们在我身边那么长时间了，已经挺不容易的了。以后不想老让你们担心着，能扛就扛呗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信任我了？就是因为太信任、太了解，所以有些事儿就不想说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对于这些事儿，你不是最好的一个谈话对象。白娇娇是我的前辈，我经历的她都已经经历过了，她能教给我东西。这些事儿要是靠着我自己学的话，我得学到哪年才能学完啊？而且这些事儿我就是说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肯定会跟我说，郝泽宇，你要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你能行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你越这么说，我就越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最棒的，自己不行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得赶紧催牛妈给你找一个专业的助理了。然后我退居2线，我一边吆五喝六，一边好好学习，说不定我有一天还能做点有用的事呢。白娇娇既然这么愿意帮你，你就好好学。人家是大腕儿，是免费教学也不求回报，说明你还是很有魅力的。那些批评的话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。我等你一晚上了，困了。回屋睡了。郝泽宇给你买那么多化妆品都白买了，瞧你那蓬头垢面的样。要不是他今儿跟我说那些话，我还在那小气呢，还觉得人家跟我疏远了呢。就我这业务水平那么差，还小心眼，有什么资格给他当助理啊？人各有长，不必勉强。比起你以前和现在干的事儿，差得远吗？你活腻歪的糊弄丫头，啊，转眼就变成了郝泽宇的助理。那角色转换哪有这么容易啊？对吧？你想帮他，能帮他什么呢？啊，你除了说几句提己的话，你还能干啥？我还能干嘛？我总不至于自己跑到大街上
挨个跟人说他好吧，电影票房都烂成这样，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实在不行，我就亲自上网跟他们辩论去。哎呀，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呀！你这么做，不知道，没有知不知道，只有愿不愿意。哎，你这灯是亮了一宿，我起来好几次看你这，你干嘛呢？不睡觉啊？啊，您睡您的吧，甭管我了。睡什么睡？我早起来了，老人都出来了。出来就出来吧。这孩子你。大早上干嘛去啊？爸，你借我点钱吧。有钱干嘛？我要买漂亮衣服，但衣服都挺贵的，我钱不够。姑奶奶，出门之前能去洗把脸吗？您脸上那油刮不刮不，能炒盘菜了。没事，穿个漂亮衣服，我脸自然就干净了。哎呦，行嘞，谢谢您嘞。哎，别停着，别停着，再来一圈，再来。干嘛？呀西！啊，福子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啊，你我妈身价呢可不比从前。我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爸的三瓜两枣可是赔不起了啊！他赔不起，我赔。但是，你可以把下个月的工资提前给我支付一下，行吗？姑娘，你是几天没洗澡，你出这味儿啊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！这还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呢。虽然说吧，我是待你像亲闺女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也当你像我的亲妈一样。所以您就说句实话，您到底给不给吧？哎，福子，我给你预支工资，不是你该谢我吗？你怎么跟讨债的一样？该我欠你的。谢谢牛妈。什么呀？没带镜子画的呀，都是。小声点儿，你看这个。哎，这不是那小子吗？都是好评。这写的什么？好画坏画？都是好，那都是福子画的。让我看看。
疯子干的吧？我说怎么找我要钱？他找你要钱了？不是谁让你拿进我屋的啊？还动我电脑了，知不知道这叫侵犯隐私权啊？你要是正正常常的，你爱干嘛干嘛。可是你现在，哎，你自个儿照照镜子，啊？怎么了？你那俩黑眼圈快赶上熊猫了。屋里这股子味儿，一开门能熏人一跟头，这还像一大姑娘住的地儿吗？成天神神叨叨的不睡觉，又是借钱吧，又是预支工资吧。我现在有权利知道我闺女是不是正在干违法乱纪的事儿。我说啊，这电影都下片了，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支持小雨的？合着你这几天干这事儿呢？你们谁都不准告诉郝泽宇啊！谁告诉他，我立刻跟他脱离关系。你敢？你现在脱离我看看！控制下你的情绪好不好？嚷嚷什么呀？福子，虽然你是好心，但这种事咱以后不能干了啊！而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告诉小雨，你看你这脸熬的都快比我都要蹉跎了。你别扯上他，你别看他平时嬉皮笑脸的，他自尊心比谁都强。你们俩以为谁都跟你们俩似的，没脸没皮，看别人电脑？你看，我就说了一句，对吧？你俩就有点不高兴了。那他天天网上这么多人骂他，他就能受得了吗？我就希望他真的能够以为有人喜欢他的电影，有人真的懂他的表演。他承受够多了，就不能让他因为这一两句好话高兴点吗？这月工资都没了吧？爸再给你点，年纪轻轻的熬一脸褶子，将来嫁不出去，我不养你啊！刘美丽，这钱算公司的公关费用，你记你账上，或者想着给我报了。为什么这钱我花，好人你多呀？啊，开着门，散散味儿。哪有味儿啊？啊，行，忙啊，记我账上。你呢也不用着急，绯闻这种事儿，过一阵子就消停了。行了，别唉声叹气的了。我是心疼我们家福子，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他心里想什么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一个是影后，一个是胡同大妞，就好像我跟刘翔比赛跨栏，跟姚明单挑篮球，跟郭晶晶同台跳水，有可比性吗？这都没有可比性。虽然说小雨在演艺路上遇到白娇娇这样的贵人是个好事儿，可他也不能一生都不跟我们交代吧？那比如说他跟人家那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怎么想的？将来准备怎么样？有没有谈恋爱的可能性？他倒好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跟人闷头僵了。这也难怪福子胡思乱想，神经兮兮的。干嘛呢？装狗啊？郝泽宇呢，以前是一只井底熊蛙，这福子呢，以前是一只井底雌蛙，两只蛙都在井底仰头同看一片小天的时候，玩得特别好。现在这只雄蛙跳出了这口井，进了一片池塘。你想啊，这么大的一片池塘，各种各样的蛤蟆都有，是个公的都会眼花缭乱的。更何况郝泽宇遇见的这只不但颜色好看，而且还能教会他在池塘里的生存之道。我是说，我们家小雨现在不一样，心变了，心不跟我们往一处想，劲儿不跟我们往一处使了。
其实我真的挺担心小雨的。你说他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，却落了个这么个结果，他心里得多难受啊，是吧？我也跟着一起难受。美丽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个地方吗？因为我觉得每个跳广场舞的人都特别开心。你看他们脸上，好像永远不会有什么操心的事儿。但事实呢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再难念的经，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但在跳广场舞的这个时间里啊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怎么使劲乐呵，使劲的蹦跶，使劲的宣泄自己。人是要过日子，不是让日子给逼死。我未雨绸缪，我有错啦？哪这么多这那这对与错的？要不要一起上去感受一下，跳个舞啊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真不去？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喂，哎。我踩着梦的阶梯，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。谁的心事每天是窃听，泛起涟漪。我踩着梦的阶梯，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。这是朋友从国外刚带来咖啡，特别好喝，你尝尝。哎呀，用不着这么着急吧，这才几天呢，我策略都没想好呢。我着什么急啊？现在最不应该着急的人就是我了吧？现在各种大号都在骂郝泽宇，这事儿你功不可没吧？被骂也是一种流量啊！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电影票房太差，已经下线了。以前好歹还有人骂，再过几天，说不定连骂的人都没有了。你不是打算签他吗？他的热度要是退了，你签他有什么用啊？我有能力让他凭一部烂电影保持热度，也有本事让差评变成好评，更有信心让他的片约不断。你说郝泽宇遇见我，算不算是弃暗投明啊？他应该感激我，对不对？你做事儿总是把利益放在前面，别把自己想那么伟大。你不是也是这种人吗？家里做生意那套忘了？遇到他们以后啊，我觉得这套可以放一放啊。人的生意还是要把情放在前面的。有前途的很多，并不一定非要签他这一个。但是赵小北，我告诉你，经纪人让谁赚钱的前提，就是对他有情有义。情分和利益本来就是在一起的，单纯看情分或者单纯看利益的，都不会走远的。不信我们就走着瞧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等我过了这劲儿，他郝泽宇就不是待价而沽，而是尾货甩卖了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啊？我还没腾出功夫来上电影院看看呢，这就下线了。我现在脑子里跟跑马灯似的，咱们这一年付出的所有努力循环播放，从认识彭永康、增肥、减肥、拍戏、杀青，到后面做宣传，马不停蹄跟打仗。我甚至现在啊，我一闭眼，我都还能闻见彭永康教我那一身白酒味。
就好像我辛辛苦苦追一帅哥，追了1年，等我好不容易追上了吧，哎，结婚了。他开始每天骂我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什么伤人骂什么，也行，骂就骂呗，好歹呢有个人说说话出个声。那好嘛，骂1礼拜，突然死了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凶，就跟做梦一样。那咱们接下来干点什么呀？电影既然已经下线了，这事儿就都过去了，咱们还是得向前看，向前走啊！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不是牛妈，咱们现在手上还有什么可接的工作吗？要没有咱就去找啊。不过一时半会儿，这影视剧可能是接不了了哈。要不然咱们接点访谈啊、广告啊什么的。再怎么说，毕竟还得生活嘛，是不是小雨？我不干。那接不到我就去面试去啊。那面不到我就在家歇着呗，在家看书自学。反正不管怎么着，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了，我必须得一直走下去。我想继续拍戏，我想有我自己的代表作，我想在这个行业里立住脚。我是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、随时都能被人取代的日子了。这一步演不好，那我就演下一步去。下一步演不好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我必须要一直演下去。喂，哪位？哦，我是王导。我知道王导，特别荣幸。对，有时间有档期。好，那我就等您通知。哎，好嘞。我就知道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心细啊，心细。别，太坏了。